的呼噜声像早晨的闹钟，清晨6点钟，这醒睡梦中，伸一伸懒腰，踹醒你的闹钟，面对这城市，把心情放松。蔚蓝天空，很拉风，我的微波暖烘烘，阳光照着，心跳动，我们发现了最美的笑容。我为幸福光，爱让我们一起发疯，这座城市乐融融。我为幸福光，在学会找到爱的梦，让世界去羡慕大闹钟。奶奶，我认真想了几天，做了一个决定。什么决定啊？我觉得在称呼上，还是应该要把2个奶奶区分一下。我决定以后叫你亲奶奶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乖乖，奶奶等这句等了多少年了？亲奶奶，从今往后，我给你们一家3口当牛做马。去。但是奶奶有一个要求，那个奶奶来的时候，你得大声喊，喊什么？亲奶奶！就当奶奶是个聋子没听见啊！看见了吗，菲菲？还是，你妈这个人是个拎不清的。3天2头的来跟我抢孩子，他抢得着吗？孩子现在说话是最诚实的，谁对他好，他就跟谁亲，不是吗？对的。告诉你妈，不要对我生气。告诉他妈妈，不要对我生气。哎呦，妈妈，不要对我生气。年轻人就是这样想爱。亲奶奶，小孩，你跟这个奶奶这么说了，你怎么跟那个奶奶交代呢？别担心，我有办法。哎呦，你还有办法？这不是你教的？我哪有这智商啊，更没这情商啊！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你厉害。大鸡腿，快点，拿手奶奶，你都给我送1年半的饭了，手艺怎么还这么差？差吗？谁说的？奶奶这是按照营养的菜谱做的，吃完了能长大高个儿。快点！哎呦，哎呦，又别噎着，别噎着我大孙子啊！慢慢嚼，嚼烂了咽啊！我告诉你啊，奶奶给你送饭的这事儿，千万别跟别人说，千万不能跟你那老婆说，知道吗？你爸你妈也不能说。奶奶，你这话都说了1年半了，我傻呀！我说了，我奶奶不是得跟你们拼了吗？别，听我说啊！我做了个决定，我决定区别称呼2个奶奶，这样我就不会说乱了。我决定以后叫你个好奶奶。叫我好奶奶呀！啊，这个决定我可高兴。你以后你就叫我好奶奶啊，当着你那霸道姥姥，你也叫我好奶奶。那你叫我好奶奶，好奶奶，好奶奶。我的好孙子。我身体没问题吧？放心，没问题。怎么样，决定了吗？要是想好了，我帮你安排手术时间了。想好了。您海生知道吗？我没告诉他。那可不行啊，这毕竟他也是孩子的爸爸，有权利知道，得跟人说一声。
算了吧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其实我试探过他，他倒好，满口说要生，孩子越多越好。我问他，那把孩子生下来，你打算怎么养啊？哼，好家伙，跟我天南地北、上上下下的一顿瞎扯，一点建设性的意见都不给我。你说这孩子我能生吗？啊，我生下来还不是我们娘俩遭罪啊？我跟你说，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。郑烈峰他昨天晚上还跟我聊呢，我看他这意思好像是不想丁克。那你怎么说的呀？坚决拒绝啊！你想想，我现在正在事业上升期，而他整天在外面应酬又不着家，生了孩子谁管啊？而且现在准备怀孕，起码得准备1年，再加上怀孕期10个月，哎，那我就是标准的大龄产妇了。可不是嘛！哎，你看看你那么年轻，你生孩子你都有难产，这要是我呢，万一这孩子生出来不健康，那我总不能把他塞回去啊。这事儿啊，我最有发言权了。你说我生豆豆那会儿，那整个就是经历了99、81呢。这现在想起来都后怕的。你说我们家豆豆早产那么长时间，这现在万一有个别乌鸦嘴。哎，行了，那个到点了，我也该去上班了，你好好考虑吧。行啊，慢点。其实我也知道，你说我爸我妈吧，大半夜的冷不丁的闯到我们家里来了，这不合适。你说我媳妇儿吧，她不爱吃肉，我妈非逼着她吃肉，这就更不合适。可你让我怎么办？那是我妈呀，我妈是一个农村人，我这儿跟你说话呢，你听还是没听啊？我今天找你来，我是想让你帮我一下。帮我支支招。你瞧你找这人，我们家海湾战争天天都打，就那豆子啊，现在谁都抢，你知道吧？妈也抢，他妈也抢，还有我那爸，就是他妈的，就那个，我知道，还带着也来抢。你说现在这家里就是魏蜀吴啊！我跟你说个事儿。是关于你们2口子啊，是我媳妇儿告诉我说你媳妇儿又怀上了，真事儿。没说过这事，不可能。算我没说，我这嘴还是大，这不是我说的。够死的啊！我跟你说，我的消息那都是第一消息。你在哪儿呢？你打电话呀！出来呀！我这才知道，出大事了！这嘴又大。薇薇，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等我一下啊。谁不来了？哎，出来，说点话，说几句话。什么话？有事，咱们等会儿有事再说。什么事儿？你不能回家再说呀。小点声。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有了？啊？有什么呀？有了。就这个，不是石头，我说是你肚子里边的，有没有？你听谁说的呀？谁告诉你的？葛小友，你别管我听谁说的，是不是有了？我告诉你，我是这家庭里的一员，啊，你能不能什么事都跟我说一声，对不对？怎么就跟我有隔阂？你还瞒着我？你还好意思问呀？这还不是你干的好事？你问我问的不是说谁干的什么事儿，我说你为什么瞒着我？怎么着？你不想要是吗？怎么样啊？咱们家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啊？啊？小点2个双职工，哪有闲工夫再养一孩子呀？就咱们俩这点工资，能养好1个孩子就不错了，更别说2胎了。
还没来得及呢。你叫点声。那就行，反正我告诉你啊，唐小飞，这孩子也有我一份啊。你有什么事你应该告诉我，你应该征求我的意见，你最起码的这是尊重我，你懂不懂？小唐，电话。哎，喂，是豆豆爷爷吗？啊，我是豆豆老师。那个豆豆生病了，你赶紧来医院一趟。刚给他父母和奶奶打电话都没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好，马上来。怎么回事？豆豆生病了，老师打电话家里找不着人，把他先送医院了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呀！走，咱们赶紧走。小姨啊，我有点事儿啊，你照顾一下店里。好。快点。豆豆生病，已经送到儿童医院，请赶紧过来。行了，有什么话回家再说，我这上班呢。反正我把话给你撂这儿了。天大的事不能往下说。你得尊重。电话。哎，来了。瘦了啊。哎呀，怎么了，妈？行，我马上就去啊。豆豆病了，在哪儿走啊？拿包呢，小薇。哎，行，你别跑，你别跑。怎么会是你们先来的呀？谁通知你的？老师给我们打电话。是这样的，我给豆豆父母打电话没接，所以我就把豆豆姥爷叫来了。是。老师，你凭什么通知他们？每个月的伙食费、学费都是我来交给你的，有什么事情你应该通知我呀？你凭什么去告诉一个外人呢？哎，菲菲妈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。什么叫我们是外人呢？这不亲姥爷在这儿了吗？豆豆也是我们的亲属，是不是？豆豆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啊！我再告诉你，上次你偷偷摸摸的把他接走，我没跟你急，算是便宜了你。老师，我再说一遍，豆豆是我家的孩子，以后豆豆的事情，什么事情必须经过我的允许，知道吗？哎呀，什么叫偷偷摸摸啊？人家老师打电话给菲菲找不到人，才打电话告诉我的。再说了，桂芬那个知道豆豆病了，又忙前忙后，又付医疗费，又照顾豆豆，还要怎么着？我出去，豆豆在里面，在里面，别急。海生，你别出去啊！带没带钱？把钱还给他。哎，什么钱？你把医药费、挂号费通通还给他。这算什么事儿啊？你说这，你要干嘛嘛？你这，还给他。哎呀，哎，大夫，我们家这孩子怎么样？什么情况？你们家2床那孩子就是胃肠感冒，拉肚子拉多了脱水，所以说晕倒了。现在给他挂上水了，一会儿回家多休息，注意保暖啊。你在说什么？他是胃肠道的感冒。对，这个病小孩就是容易多发，尤其是现在早晚温差大，你们家长多注意小孩的饮食，别忽冷忽热的啊，好吧？好，谢谢您啊。老师啊，好。我早上把孩子交给你的时候，孩子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说病就病了呢？我们把孩子交给你幼儿园，你们是要负责任的，是不是？阿姨，您先别着急，您的心情我们理解。这孩子出事儿啊，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，但是也不能绝对的说责任在我们。责任不在你吗？你不是国际幼儿园吗？你现在可是一流的收费，你必须提供我一流的服务、一流的卫生条件，你知道吗？你再敢让我孩子病一次的话，我去找媒体曝光。我女儿就是在媒体工作的，我可以让你下岗，你知道吧？妈，您说什么？我就让你下岗。妈，什么妈呀？阿姨，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你们家豆豆早就不在幼儿园吃午饭了，这吃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他不在幼儿园吃饭，这豆豆的午饭都是他奶奶做好送过来的。这开学的时候交的伙食费，我们都已经返还给奶奶了。哎，你说清楚，你返还给谁了？豆豆可有3个奶奶呢，你说话可得负责呀。到底是哪个奶奶？就那个奶奶呀。谁？海生他妈。你问他，是不是你妈给豆豆送饭的呀？你这个老师说话要负责任啊，不能这么黑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妈怎么可能要你那点钱呢？我们说话绝对负责任，这奶奶也是孩子的家长，她送饭我们不可能不让啊。
你打电话，海生，给你妈打电话，叫你妈来问问清楚啊。让她来。打就打。我们家王母娘娘发话了，我老公只好打电话给我婆婆，我婆婆飞奔赶来，接受大家的集体批判。海生妈，你说你给孩子送什么饭呢？人家这幼儿园是国际专业的营养配餐呢，那这就且不说它营不营养，那最起码干净是吧？啊，不知道。豆豆奶奶也是好心嘛。不是妈，他们都说是您给豆豆送了饭，啊，豆豆就肠胃感冒了。您跟大家说一下，您给豆豆送的是什么饭，让他得了病？儿子，妈现在就想看看我的大孙子。妈，菲菲，妈想去看他。妈，咱先别看，咱先把事儿说清楚了啊！刚才老师还说您黑了那个他那个什么伙食费是吧？那多少钱？您告诉大家好不好？儿子，妈是那种占小便宜的人吗？我跟你们说，那是伙食费，我1分都没拿，原封不动的全都放在那儿呢。你们随时想要，我随时全都还给你们。是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把事儿说清楚就行了。我能不激动吗？那你说我为什么呀？我偷偷摸摸，我这1年多，我给孩子我在这儿送饭啊，我想我大孙子呀，我想见又见不着，我没办法了。而且我就觉得孩子在食堂吃不好，所以我这1年多，我就偷偷摸摸的，我给孩子我送一顿中午饭。那不是有的人他太霸道了，他不让咱们见吗？你真行啊你呀！你怎么说着说我头上来了你啊？我可不是得说到您的头上吗，亲家母啊？就是您呐，您不让我们见大孙子呀。妈，您先别着急，那都是我不好，是我的错，我应该多带豆豆到您那儿去的。等回头豆豆病好了，我经常带他去看您，好吗，妈？菲菲，我希望能这样，只要你能做得了这个主。能，怎么不能啊？好，今天这个事儿，其实我承认，亲家母你听着，今天这个事儿是我做的不好，我失误了，我下回我一定会注意。对，下回注意啊！我一定会改进，不会再发生这个事儿了。下回注意，下回注意。有下回吗？对，没下回了，妈，咱再也不偷偷摸摸的去看了，咱就光明正大的去看。好，刚才薇薇不是也说了吗？以后会经常带孩子去看您，对吧？孩子家属啊，孩子吊瓶打完了。好，行了，去看看吧。陪去。妈，您别生气，您看他都哭成那样了，我得劝劝他啊。妈，爸，陪我妈一会儿，我看看啊。一看他那小样，我就觉得多可怜呢。你说，都怪我。行了，妈，这不也没什么事儿吗？就是闹了个肚子，啊，你就别自责了。你说我怎么这么大意呀？儿子。哎。那你说，我给豆豆送饭这事儿一直没跟你说，你是不是也生气了？我生气倒不至于，但是您说这，您这不跟我们说是不是？再说了，咱们这条件毕竟有限。您说这天越来越热了，是吧？那饭都馊了。今天这责任确实在您这吧，对吧？给豆豆吃坏了，咱以后注意啊。真没想到，那这回真是见不着了，大孙子，本来还能见着。你瞧瞧那些人，你兴师动众的在那儿兴师问罪似的，在那儿就跟我要贪污那点钱似的。你说我是那种人吗？你待会儿你上去把那钱拿走，还给他们。他们确实过分，太过分了。妈，没事，回去啊，我就
我跟这撒泼打滚，我摔盘子摔完，我跟他们闹啊，要什么呀？这点钱给他们，没事啊。谁让我妈不好过，我就让谁不好过。瞧你样儿，撒泼打滚，你行吗你？哎，我天哪！哎，姐儿，回来啦。豆豆怎么样了？挂完水回来就睡了，你放心吧。我妈就那样，叨叨嘴，你别在意啊。等豆豆好点了，她就会把这事儿给忘了。到时候再把豆豆带你妈那儿去。媳妇儿，你说你怎么那么好呢？我娶了你就是我上辈子积了德，值了啊！你看，我过2天得到医院把手术给做了。哎呀，万一呀，还是个女孩呢？你又来！不是，你别急我呢愿意为你当牛做马，愿意照顾你一辈子。但是你说你就不想要一个吗？林海生啊，你这根本就不是意外是吧？你肯定是蓄谋已久的你。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要是我蓄谋，我就出门备车，我就喝水，我不得好死，行吗？哎，我得给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天意。再说了，你不一直都想说你想要一个像樱桃小丸子那样的小姑娘吗？你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我妈说的没错，这2胎就是一奢侈品，你不能一时兴起就刷卡把它买了，你得负责任，你这一辈子都得去还款，你永远都还不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有什么的？咱们多挣点钱，是吧？努力，提前还款不就完了吗？呵，2月光啃老族，养这俩孩子，你合适吗？那怎么了？那穷人家就不能养孩子了？再说了，咱家也没有那么穷，对吧？还不穷呢，咱家账本一直都是负的。再有一个，不就是负得正了吗？哎，凭你啊！你看嘛，我现在这好不容易有这个上升的机会，我不能为了一个完全可以避免的事儿，我把现在的工作岗位给丢了呀。我就闹不明白，你说这工作对你有那么重要吗？怎么不重要？你干哪工作不行啊？你看人刘姐，你们单位刘姐干多好。刘姐她老公是人家的坚强后盾，她可以不在乎工作，我能不在乎工作吗？你怎么就不能啊？我养你呀！你养我，就凭你一个人的本事，你就把自己磨成骨碎撞骨粉，都养活不起俩孩子。你那点钱呀，你能糊弄好我跟豆豆就不错。哦，那怎么着？我们没钱，我们就不能当爹是吗？我们没资格当爹是吗？你已经是爹了，你干嘛非得乘以2呢？你，孩子们睡觉啦！老妈，我们聊会儿天儿。菲菲啊，你别忘了，明天早上你还要录像呢，顶着一个黑眼圈会难看的啊。海生，让菲菲早点睡，乖啊。哎，妈妈放心吧。你看见了吧？啊，我们就这一个孩子，还得挤我妈这儿住呢。我妈是又贴钱又贴人的，帮我们带孩子。我们再生一个怎么养？怎么养啊？啊？你想生是吧？啊？行啊，你这样，你去跟我妈商量，只要我妈同意，我立马跟你生。你去说呀，你去啊，去啊。谢谢妈，给我的，温度正合适，你尝尝。好。好喝。小晴啊，我这农村来的啊，
哪句话说的要是不好，你甭客气，你告诉我，我不愿意做那招人讨厌的老太太。妈，你哪儿的话？你看你跟铁蛋儿，你们这结婚都6、7年了，你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你们俩人谁不好啊？都挺好的。晴，家里没人，就咱娘俩，你跟我说说，我们老挣着这香火，你可别跟我们断了。妈，我理解您的意思，我们想抱孙子。你别看我农村的，我思想没那么封建，孙女也好啊。我跟你说，有时候我觉着女孩比男孩强，就这么这铁蛋儿，他有时候他一气我他不吐乎，气得我是咯儿咯儿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姑娘挺好。妈，但是我的意思是，我跟叶枫有我们2个人的生活，我们已经商量好了，不打算要孩子。这小晴，你不能这辈子年轻貌美，这明儿你们老了可怎么办呢？我们俩的收入够我们养老的。那等你到老了以后，你膝下无儿无女的，你多凄凉啊！我们完全可以请护工，可以请保姆。再说现在养老院的设施很完善，你别担心。小晴哎，你说这些话都不带打奔儿的，那能一样吗？妈，养儿防老就是过去的老概念了。汤非常好喝，谢谢您。我还得上楼查点资料，要不然你也早点休息。晚安。爸，妈，怎么了？这是？不高兴了？没有，没有。那没什么事儿，妈我睡了。嗯。铁蛋儿，公司里你这事儿那事儿的啊，开会还得。没事儿，睡去。那我去了啊。要知道是这样，当初就不应该让铁蛋进城，上什么大学？哼，这留在村里头，咱俩这会儿一准都儿孙满堂。老婆，我看爸妈在楼下那情绪有点不对啊，你跟他们说什么呀？没有，就跟他们说我们2个是丁克，这辈子不打算要孩子。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！不是，你就这么直来直去的，就跟这老两口说这个了，那他们哪受得了啊？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知道实情，要不然还老抱着个希望，对吧？哎呀，话是这么说，但这事儿你可以再考虑一下嘛。不是，有什么事儿咱可以再商量，再考虑考虑，对不对？我承认，丁克这个事儿确实是当年咱俩商量好，可时过境迁。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爸妈现在非常想要这孩子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够？大姨别放在床上。能不能够再考虑一下？我们刚结婚的时候，我怀过孕，那个孩子我非常想要，是你说不要的，而且还是你带我去做的流产。怎么，现在你家里一说要生我就得生啊？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对不起，我考虑过你的感受，可那个时候你也知道，咱俩是要什么没什么呀。你让我拿什么养这孩子？可现在不一样了，你看看，咱什么都有了，
要钱有钱，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就差一孩子，怎么就不能？可是因为现在我过了最佳的生育年龄，我工作很忙，有压力，我不想花1、2年的时间去生一个孩子。况且，我非常享受咱们两个之间这样的生活，不想改变。我也非常享受咱俩的这种生活，可是咱俩的这种生活不能满足我。你别碰我，老公，老公，看你又来了，你又小心眼了不是？你这人吧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小心眼儿。你才小心眼儿。哎呀，行了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不是我跟你说句真心话啊。你妈帮咱们带孩子，我打心眼里感激。可是你知道吗，菲菲，你不能有什么事你就把你妈搬出来。你要非说妈好，我还说我妈特别想要这孩子呢。你妈想要，你妈想要，她能带吗？她带得了吗？怎么不能带？行，咱不扯我妈，也不扯你妈，好吗？咱们俩坐下来好好商量商量这事儿啊。这2胎就是一奢侈品，就是 LV， 就是香奈儿，它不是平常老百姓能消费得起的。你说这话我明白了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满大街背 LV 的人都是有钱人。我告诉你，我坐公共汽车，我经常看见有人背 LV， 坐地铁也是，都背 LV， 都是有钱人吗？什么是奢侈品？你到底懂不懂？不懂。他不是说我买不起这一个包，而是说我们为了买这一奢侈品，我们得咬紧牙关，我们得砸锅卖铁。是，没错，这满大街背 LV 的姑娘确实有穷人。他得为买这一个包吃好几个月的方便面，这道理是相同的。也有穷人去生2胎的，他为了这个多出来的孩子，他一家人把这1分钱掰成2半来花。我们可以为了2胎节衣缩食，我们能不让豆豆去上兴趣班吗？能不让豆豆去吃麦当劳吗？我们能从豆豆的牙缝里抠这个钱吗？哎，行了吧，你说这么多我都没听懂你说什么。我跟你说一个我们现实生活身边的例子，我妈邻居那老黄，他们家怎么着？有钱吗？没有。人家也生了2胎了，人家家那孩子也没有说失学，人家也没有吃糠咽菜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2胎，你得给孩子相应的生活、相应的教育。你衣食住行方方面面你都得考虑周全，你起码得让他有现在豆豆的生活水平。你不能说把这孩子生下来养活了，就算是负担了这个2胎这个奢侈品。就好比说，有些人他没钱，他想背这奢侈品，他没办法，他怎么办呢？他去动物园花几百块钱买一高仿杯。人有钱生2胎，孩子锦衣玉食；你没钱生2胎，孩子生下来就得跟你吃糠咽菜。这几万块钱的蒸包跟你几百块钱买的动物园的假货能一样吗？人看差不多。哎，我说，憋了半天了，你这嘴啊，真是当主持人的嘴，我说不过你，行了吧？我得上个厕所，顺便帮你打杯水。我吃饱了，爸妈，我早上还有手术，我先走了。慢点啊。这条鱼做的多余。你妈早上天不亮出去买的鱼，回来就做，这个好一口没吃。我吃啊，我爱吃鱼。来一块。我给你们做的。菲菲姐，吃饭。我不饿。干嘛呢？能给你带杯咖啡？我戒了。你带点吧啊。不用带，不用带，你们赶紧吃，赶紧吃啊。
喂，菲菲。喂，姐。大事不好了啊！这林海生知道我怀孕的事儿了，死活不让我去医院打胎，怎么办啊？菲菲，这事儿我早就跟你说过，你不能自己拿主意，必须跟林海生商量好以后，你们两个达成共识，然后再决定。哦，我有病人了，我等会儿跟你说。哎。 严总，哎，张亚，喂，有个事儿想跟你提个建议。建议？你说说看。就是咱们公司咱们单位每年的那个身体例行检查，能不能提前呀？提前？为什么要提前啊？因为我大学同学这2天聚会嘛，他们单位跟咱们单位一样，也是采取怀孕摇号制度。后来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有的人就根本没摇号，就偷偷怀孕了。哎呦！而且现在吧，现在只要员工怀孕，那有关部门是不让随时炒鱿鱼的。那这样一来，影响了单位的正常营业的这个工作嘛。二来呢，老板也头疼。您说对吗？哎呦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啊！在我们公司绝对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。对对对，所以啊，您慢点，我还没跟您说完。所以啊，我就在想，咱们这个检查身体可不可以提前这样查一查，别有什么漏网之鱼。不能有漏网之鱼。哎，你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？没有啊。女人直觉很准的。哎呦，严总，那我的建议您采纳吗？行了，我先忙了啊，采纳。行了，就这样。谢谢严总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不舒服了？用不用我给你叫保安啊？没有，我这是低血糖，老毛病了。哦，哎，对，来，吃块糖，吃块糖。谢谢。要不你上我那院子里歇一会儿，歇一会儿再走吧。谢谢。那个慢点啊。生一闺女啊！闺女好啊！好，什么好？他们俩都是独生子女吧？那成，那符合政策，这多好，俩孩子好。你这个，哎呀，那费劲呢，我们这一个还没有呢。你说怎么那么费劲？我都不明白了。我是没赶上好时候。不聊了，你回来了，儿子。有空再聊。行啊，这跟周围邻居都打成一片了，这姓什么来着？姓庞。姓刘吧？谁知道？姓刘，你这记性不如我。行了，够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厨房那么条。不是说爸，我跟您说啊，您得跟我妈多学学，对不对？没事也到外边去跟老哥几个下棋呀、打牌，别闷在家里。我跟你妈不一样，我一出去看人家那老头，不是抱着孙子就是拉着孙女，张嘴闭嘴的幼儿园、托儿所，我觉着我比人家矮一头。我不愿出去。这插不上话的。要说也是，我都不愿意回老家。上次我们回去，人这村里人都是知情知理啊，亲戚朋友人问说这怎么着，铁蛋儿有动静吗？咱也不能骗人家呀。你这那谁那个四北书记他那孩子叫什么来着？大柱子，人家不生是不生，来双棒。我跟你爸其实我就行了，我说这城里呀，咱铁蛋上待着吧，行，这多清闲，谁也不认识，谁也甭问我，谁知道啊？这城里跟农村现在没什么区别，是，它都一样。行了，妈你也别白活了啊！这么着，今儿这菜我来做，你歇着去啊，我来。干嘛呀，铁蛋？这是干嘛那么不高兴啊？不是，我不是不高兴啊，您说了半天都是孩子的事儿，那我也插不上嘴啊。你甭插嘴不插嘴的，
你就把你自个儿该干的事儿干好了，比什么都强，知道吧？你爸这句话说到点儿上了。撒谎，这一身毛病。妈，买红糖水喝了吧。喝什么呀？不是妈，我跟您说过多少遍了，出门您带块糖，是不是？把饭吃饱了。您说您这低血糖的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哪天真摔上，那怎么办？是吧？他唯一的人，整天自己在家待着。妈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，我保证，我以后多抽些时间回来陪您。没怪你，你不是工作忙吗？你就是想不通。我明明自己有孙子，你说我想见我就见不着。回头妈就想，没准哪天我死了，我身边连个人都没有。那你可别胡说，行不行？妈，我这么跟您说吧，您可一定要沉住气啊！您必须得把自己身体弄得硬朗朗的，就算您不带痘痘，您还得带着孙女呢。菲菲呀，又有了。真的吗？这个夜好静，心被绝望掏空，面对熟悉的面孔，却失去了笑容，不见了泪水，它留在了心中。过了这一晚，我不再有了梦，曾经的爱人，却让彼此心疼，找不到理由，为何还要继续哭撑？是我不够安分，怎么让这一切发生？从此我们两个人走向了陌生。相爱的路上总是有曲折不安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找到答案。我试着让爱你能变得简单，才知道期盼是永远的负担。相爱的日子总是会趋向平淡，没有两个人会一直激情满满。你看似坚强，背后脆弱孤单，才知道伤